这是哪儿？真是快死了！接手任务触发，当前剩余生命10分钟，请宿主尽快寻找对象而入赘。任务失败抹杀。不是，开局就逼我吃软饭啊！救命！救命！吃软饭也不是不行，在这战场上我上哪儿找对象啊？找虫子吧！林苍月，打完立马给我滚回来相亲！今天是你自由择偶的最后一天，再不找到对象你就进池了，只能接受联邦婚姻系统的强制匹配。那就让他配。 S 级机甲，这传动结构，这关节咬合，等等，美女。起来，这里不安全。放肆 ！S 级基因怎么能乱配？今天再不挑出个对象回来，你就别回了。美女，你家缺赘婿吗？我能帮你应付联邦公允法，还能帮你气死你爸，考虑考虑。哪儿来的癞蛤蟆？真是想屁！你叫什么？楚佑。你刚才说能气死我爸？包的，专治10年低血压，气不死不要钱。 快答应啊，我的姑奶奶！行，跟我回去。阿修罗，执行自动回舱命令，目标天穹基地。100米高的说走就走，这油耗的多少啊？走了。哎，慢点，慢点，媳妇儿，我腰要断了！呵呵，谁敢娶那个独眼疯女人啊？ 他可是会发疯打死人的。嘘，我听说他在陨星战役里精神受损，留下了间歇性狂躁症。他居然完全不在意。跟我来。这就是那个小姐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丈夫。 听说是个 F 级废柴，小姐这是要气死元帅啊！在这等着。呼，小命总算保住了。想我楚耀，蓝星顶尖机甲师，居然重生成从族4月末世的 F 级废柴，还成了个炮灰逃兵。任务完成，奖励结算高能营养胶。优化基因等级。 好的很。为了气我，他还真捡了个连基因锁都没打开的野男人回来。元帅，公告上说不限基因。好一个不限基因，那是对强者的宽容，不是给废物的机会。吃顿饱饭，然后滚。营养胶起作用了。元帅，这小子是来我们这儿排毒的吗？带他去洗洗。基因等级提升第几？你，元帅，现在我有资格了吗？哼，走吧，跟我去见苍月。你看到我的脸了，还愿意吗？这是100万星币，拿着钱从天书城消失。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我一无所有，烂命一条。问题不是我愿不愿意，而是你，绯红女武神林苍月，愿意要我吗？我愿意，因为你是第一个敢直视我这张脸的男人。但你要搞清楚，我需要的不是一个丈夫，只是一个能让我应付联邦婚姻法量的工具。闭嘴，听话，当好一个丈夫。明白，专业对口，包您满意。不过饭得管饱。果然是个只会耍嘴皮子、想留在我林家吃软饭的小白脸。跟我来，你的精神疏导该开始了。你留在这儿，别到处乱跑，给我惹麻烦。一家子都这么霸总，不过嘛，这地方可比蓝星的全息模拟器带多了。楚耀，明天一早来餐厅找我，有任务给你。
既然你已经是我林家的人，就不能当个只会吃饭的废物。今天就出发，跟着运输队护送一批核心物资去玉衡城。高危任务发布，选择1，接受护送任务，奖励进化型机甲烛龙。进化型什么样子？烛龙穿戴式轻型机甲，初始地级，特性是可与宿主同步进化，铅电化骨架4组接口，支持自主改装。自带改装接口，还能跟我一起进化。哥蓝星这配置少说一个小目标，我选1。岳父大人，这任务我接了。不过嘛，不过什么 ？A 级护送任务，我一个 D 级废柴能不能活着回来还两说呢。不如咱爷俩打个赌，我要是活着回来，您当众承认我是林家堂堂正正的女婿，吃一辈子软饭的那种。老小子，让你去完成任务，你还敢跟我讨价还价？我这不是给自己争个名分，总不能死了还被人说成是林家捡来的野男人吧？行，希望你能活着回来。搞定，苍月，说好的帮你气死你爸，我可没摸鱼。哼，倒是有几分胆色。白痴。站住！这是万氏护盾发生器。别死了，丢我的人。是荒匪，我们被包围了。12，不是14两。运气挨了一炮，这帮王八蛋！警卫队准备接敌！完了，失误呀！都别紧张啊，兄弟们，我们只求财不害命。除了不听话的，哼！带路，去货仓。连脚步和呼吸都同频，这他妈好像不是人啊！抄家伙，站我身后，听我的，能活。这才乖嘛！别杀我兄弟，我也是出来讨生活的，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求你把我移交联邦法庭，我认罪。真送进去，他都投降了。要不我们人性抉择，选择1，留他一命，移交联邦法庭，奖励 C 级稀有合金配方 X1；选择2，当场击杀，永劫后患，奖励满级格斗术。老婆孩子，别演了，你呀根本不是人。人类找死！动作完全同步，这些杂鱼没有自主意识，是脑虫在操控他们。那就简单了，杀你一个，全得死！烛龙，还好上辈子学过武术。有点本事，但你的机甲只是D级，在虫群面前不堪一击。军团，他在用自身的能量复活他们，那我就不给你留能量。散开！
警告，D 加结构37%。人类，我改主意了，不杀你，把你献给女皇。缠住了，正好。你找死！不好意思，我已婚。脑虫濒死，是否接纳残余精神频率？选择1，屏蔽信号，奖励机械精准度提升；选择2，接纳频率，奖励被动虫群共鸣，大幅提升虫族感知力。警告，可能造成精神污染。我选2。人类，力王，女王万岁！你到底是什么人？一个人干掉了一整只黄鼠狼。这种货色，我还能打10个。好像有点撞过头了，大兄弟！恭喜宿主成功击杀 C 级脑虫寄生体，满级格斗术解锁。船员的口供一致，他用一台未知的 D 级机甲近身格斗单杀了 C 级脑虫。一个 F 级废柴，不现在是 D 级了，战斗直觉竟然堪称恐怖，是吗？哎，岳父大人，您这是不是有点废女婿？哼，醒了就起来。楚耀，我是林家亲卫队长元帅的贴身护卫，也是 S 级机甲青龙的驾驶员。刚醒就有这种反应速度，你真是 D 级。纯 D 级，如假包换。虽然没用上，但谢了。活着回来就行。楚耀，跟我来办公室。你的实战能力我认可了，但光能打没有头脑，还是不配当我林家的女婿。这老头子果然说话不算话，这次又想耍什么花招？肩部传动用了3轴联动不对，关节轴承选错了，这型号扛不住高负荷。你在听吗？在听在听，这个轴承真的换一个比较好。世界机甲制造与格斗大赛，军工部主办，全联盟最高规格。看你对机甲还有点见调，我给你特邀名额。制造大赛，这我熟啊！拿不到冠军就麻溜滚出林家。冠军？证明你配得上苍月，证明给我看，证明给全联邦看。行，岳父大人等着看就行。这是你的工作间，72小时内用这些组装一台不低于 C 级的机甲，提交参赛作品。一堆废铜烂铁让我拿世界冠军，还72小时？当我是史上最强落榜美术生吗？72小时，一堆废铁，一个冠军，够了。第47届铁玉杯世界机甲制造与格斗大赛规则要求：机甲高度4米以内，等级不协不超过 B 级。格斗赛制2-2对决，击倒或破坏对方机甲，以获胜。还用问吗？雪衣。用这堆墨卵拼出 C 级，你以前是收废品的吧？没错，我上辈子就专业捡漏来的。走吧，比赛还有1小时。女士们、先生们，第47届铁羽杯世界机甲大赛复赛332进16正式开战！首先登场的是雷明顿重工的卡尔选手。今年他们派出了家族精心打造的 C 级机甲金骑士。雷明顿家的金骑士，这涂装得多少钱啊？听说光装甲就300万星币。接下来登场的是特邀选手楚耀。这谁呀？没见过，听都没听过，看到没？特邀的，特邀，又是那个关键1轮就得滚蛋。金手势可不是吃素。土药，林家那个，笑吧，我会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
我臭小子，我让他拿冠军，他给我整了个哲学雕塑。我这张老脸算是被他丢尽了。等他输了，我亲手把他从林家大门扔出去。我去，没有反转，果然不靠谱啊！这哥们是来搞笑的吗？我就说嘛，走后门的果然不靠谱。这设计我无法评答。你来当小丑的吗？这玩意儿也能叫机甲？林骑士，让他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机甲，给我碎成废铁！他还没动。哼，被吓傻了，当然不动。他在等时机。刚发生了什么？这家伙不是走后门的吗？刚才那招是什么？以关节控制和地面绞杀为主，一种我没见过的柔术，非常成熟。还打吗？你作弊！问一下，你的黄金涂层多重？200公斤。下次少涂点金，多练练底盘。这个疯子，小文，他没有用驾驶舱操控，该机甲装了动作同步系统，也就是影子模式。他在场外做什么，机甲就做什么。他用的是自己的格斗术。你是说刚才那个身法是他在擂台边打出来的，机甲只是他的影子。靠，这赘婿有点东西。楚药是吧？刚才那场我看了，很漂亮的柔术，但你知道吗？怎样？肌肉记忆在绝对的算法面前就是个笑话。傅再见，我的先知 AI 会教你做人。先知 AI，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5000年的格斗术。女士们、先生们，复赛第1场，由初赛最大黑马楚药选手和他的大卫对阵军工研究所的李星渊选手与他的 AI 机甲天算，究竟是体术更强，还是 AI 更胜一筹？我不像卡尔那么爱废话，我的天算只靠数据说话。大卫同步，直取天算头部。看到了吗？你的动作还没做完，我的天算已经算完了。这 AI 太变态了，完全打不中啊！那个赘婿要输了。所有动作轨迹都被瞬间预判，常规格斗术确实不可能打中，但你不会没有后手，对不对？预测了我所有动作轨迹，厉害。那如果你的 AI 根本判断不了我这招什么是时候开始的呢？你这是什么？李星渊，你的 AI 能预测一切，那告诉我，我这招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分析他的行动轨迹，给我找出他的攻击起点。AI 能计算起点和终点，那我就不用招式了。哇！
天算系统崩溃，楚耀晋级8强。我输了。你就是那个会用格斗术的赘婿。巧了，我也是。你的战舞很漂亮，弹簧选型的问题不是你的技术问题。你是第一个打赢我还夸我的人。等你开了自己的工作室，需要驾驶员的话，姐随时到位。累死了。你的那台丑机甲，腰部加了300斤多余配重固件，你一直在用2吨不到的重量跟人打，剩下那300斤，你藏了什么？章鱼烧好吃吗？别想岔开话题。半决赛我会在观众席看完，别让我失望。看起来还没成年，这届比赛都是什么怪物？女士们、先生们，半决赛第1场，楚耀对阵伊万彼得罗夫。听说你小子把那个玩 AI 的家伙拆了，哈哈哈哈！不错，但老子可不是李星渊，我的大力神只靠力量说话。遥控型，有意思，那就试试。哼，皮真厚。这力道是人吗？小子，还有什么招，全使出来！硬碰硬不行，4米级机甲自重至少5吨，关节液压管要承受的压强是普通机甲的好几倍，只要反复绞压同一根管系，或许……到此为止了，小子！这什么骚操作？往地上躺！想绞断我的腿，就凭你那点力量？这台肌肉男怎么在地上打滚啊？那里人在漏油！你他妈在拆我！哈哈哈哈！给你放放油，做做按摩。好，打得好！彼得罗夫家输得心服口服。承让承让，换个场地，兄弟你不一定输。裁判，他这是耍赖！哼，赢了还被人虚，这小子倒心大。地躺拳，亏他想得出来。他不在乎。什么？不在乎招式好不好看，不在乎被嘲笑，他只在乎赢。这种心态，我在战场上花了10年才学会。女士们、先生们，半决赛第2场将在30分钟后进行。单届冠军对阵本届最大黑马，请不要。下一场才是硬仗，夏侯俊可不是光靠小聪明就能赢的对手。你觉得他能赢？他早就说过，能帮我气死你。在那之前，他不会输。我养了26年的宝贝白菜，才几天居然就被猪拱了，还开始护食了。行，方老，我有事跟你商量。女士们、先生们，半决赛第2场，楚耀对夏侯军。3届亚军，这一届我只拿冠军。你就是那个打赢了一范的赘婿，打得不错，可惜我的神才没有弱点。翅膀挺多，飞得起来吗？我的神才有3样东西你打不破：神才之盾、能量偏转护盾、神才之矛、等离子突射刃。神才之眼，360度无死角感知。完了，这差距也太大了。赘婿能打到半决赛已经是奇迹了。6翼全开，制空权完全压制，地面性机甲没有胜算。6翼，B级限制下，为了装6翼连接处必须减重，根部装甲不会超过3厘米。喂，收着点。那
那一招留到决赛再对付我。行，不用那招，照样赢你。每一次俯冲都有偏道延迟，转弯半径太大了，翅膀根部就是神才的最大弱点。放弃了吗？也好，省我时间。夏侯君，你的神才确实没有弱点，除了这。3届了，每次都差一点。我以为6翼无死角就能赢，原来方向从一空开始就错了。我输了，楚瑶，替我赢到最后。夏侯君3届了，你是最棒的！神才！出妖！半决赛胜者楚耀，一个初次参赛的特邀选手，居然凭借 C 级机甲大卫击败了蝉联3届亚军的神才，本赛季最强黑马，非楚耀莫属。请为他送上最热烈的掌声。看来未来的军工部又多了个怪物般的天才。女士们、先生们，第47届铁鱼杯世界机甲大赛总决赛由淘汰了神才和大力神的超级黑马楚耀，对阵本届夺冠最大热门联邦科学院的天才少女暗影山。楚耀，我上场只为件事，验证你的机甲不如我的。打你用不着我亲自动手，我只负责告诉你你输在哪。半透明的，从来没见过这种甲。水月千面，连驾驶舱都没有，而且还会自主学习对手的所有战斗数据。这是一台全自动战斗机甲。准备好了吗？提醒你一句，水月千面会学习你出过的每一招，你打的越多，他就越强。是吗？那就开始吧。咏春，八极拳你也会？你会的我都会，你前面用过的所有格斗术，水面千面都记住了。这么快，他从初赛到现在，把每一招都喂给了 AI。完了，真的完了！他的每一招都被学走了。你的影子模式确实很厉害，再加上你本人神一样的格斗术，但并不代表你的机甲制造水平能够超越我。你输定了。你说的对，影子模式只能复制我的格斗术，但接下来的你瞧好了，切换维纳斯装甲。他变形了！他一直在用半台机甲跟所有人打。维纳斯，冲锋！警告！发力轨迹无法解析，数据库无匹配。原来你一直在用300斤负重跟我打。结构损伤47%，建议启动紧急撤题程序。这速度，这精准度，不是数据库里的任何格斗体系。前面的比赛里，他不光挂了300斤配重，还故意用南弦格斗服未抽水月千面。有意思，这小子从一开始就在藏着一手。周首长，您不是说不然？维纳斯，你的实力我认可了。警告！冲突来袭，所有人员！这精神攻击可比脑冲强多了。靠！老娘最烦虫子了！往这边来，物主看台，掩护观众撤离，快！
检测到 C 级精神虫族，精神污染指数78%，建议立即撤离。撤个屁！出笼！渺小的虫子，又听见了。够近！就现在！卡尔，借你枪一用，尽管拿。射！那是谁？是楚耀，那个赘婿。这小子竟然真有精神抗性。这是一台从没登记过的民间级机甲，终于搞定了。爸，你别太过分了。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对待虫族要弄到死透为止。好，等等，这什么情况？楚耀，你通过了我的测试。测试？楚耀选手，这只 C 级精神虫族是你岳父特意为你表演赛加赛刚从军工部运过来的道具，安排一只活捉的精神虫族来测试自家女婿林天啸。你真够疯的！疯！这小子的机甲图纸我看过，每一处设计都精准针对虫族的攻击模式。可惜时间有限，他还没完全组装好，不然大卫和维纳斯本该是一台 B 加级机甲。都别装了，都醒醒！刚才那一架打的挺够劲儿啊，赘婿。机操机操！各位观众，刚才的虫族袭击其实是主办方为楚耀选手安排的一场特别表演。妈的，吓死我了！原来是演的！我就说嘛，怎么可能刚好有虫族打过来？他真的单杀了一只精神虫族啊！那可是 C 级！这从头到尾就是岳父你一手安排的。怎么，你不满意？没有，就是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我差点以为自己要交代在这儿了。不要，稍后有空的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不过在这之前，林元帅得先赔我一副眼镜。首脑，我脖子也扭了，算不算工伤？你刚才笑那么大声，哪里像扭了？少来碰瓷！楚耀！跟我来。楚耀先生，你真的只是地级基因吗？林小姐，传闻你们夫妻关系冷淡，是真的吗？一个一个问行不行？让开。林元帅，这种怪物般的天才还是苍月的未婚夫，怎么现在才送到我面前？其实我也是刚知道这小子有这本事，都怪他平时藏得太深。也不能全怪我，毕竟我只是元帅从战场上捡来的。你小子说什么呢？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像楚耀这样的千里马，正是联邦军工部梦寐以求的人才。只要首长您一句话，我马上把这小子打包送过去。我就这么被人卖了？不过说真的，首长，我一个地级基因的赘婿，真的值得您亲自见？值得，因为能同时做到造机甲和杀虫子2件事的人，联邦活着的不超过3个，另外2个都在前线，随时可能战死。30年前，第一只 F 级虫族出现在联邦边境时，所有人都以为那只是一场小打小闹。后来是 A 级、S 级、SS 级，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这就是他们的极限，每一次都错。30年来，我们建起天书主城，还有天玄、天机、天权、玉衡4座卫城，耗尽1代人的血汗，才筑起巨灵城墙，撑开苍穹护盾，把人类最后的火种圈在这5座城里。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没摸清虫族的入侵规律。他们从沃诺格星而来，通过隐藏的空间裂隙入侵，这道无法观测的空间裂隙被称之为天裂。虫族的每一次突袭都毫无征兆，就像有人站在高处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而我们连他们真正的统治者是谁、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都一概不知。打了30年的仗，我们连对手的面都没见过。10年前，陨星战役，那头 SS 级袭资从天而降，让联邦损失了1整支第3舰队和3台 S 级机枪。那场仗，我失去了苍月的母亲，还有17名跟了我20年的老部下。这30年，联邦的财政收入几乎全部砸进军工，民间重税压得民众喘不过气。议会里有人说要投降，说人类打不过虫族，所以我们造了4台 S 级机甲，4位驾驶员被称为4方征伐使，他们是人类最后的王牌，也是人类最后的防线。小子，想不想成为第5位？
五方征伐使是不是没四方好听？你给我正经点。我想明天让苍月带你去天穹基地报道。别迟到。包的。明天进天穹基地，D级基因怕是不够看。C 级。到了那里，记得去做民间机甲登记。不登记，你在城区使用机甲就是违法。上次在竞技场是紧急状态，下不为例。登记？那我之前已经违法2次了。所以让你去补上，又不是让你去自首。快到了。那座建筑应该跟我上辈子的研究所差不多大吧？我去！方所长，您怎么一天不见就坐上轮椅了？哦，基地太大了，懒得走路。坐轮椅省力，你也试试。不了，您坐。你现在可是军工部的名人了，这群小家伙昨天看完比赛直播，连夜给你做了欢迎牌。请。楚耀哥哥，你昨天那一枪太帅了！维纳斯的设计图纸能不能让我看看？签个名，我以后也要造双形态机甲。陈部委公平走了。好，一个一个来。哎，谁摸我屁股？得手。走吧，带你见识见识真正的天穹基地。启明，带路。耀哥，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天穹基地可是很大的，随时为你准备。喂，可别把我看瘪了，能有多大？耀哥，天穹基地很大，你忍一下。天宫大厅，全联邦唯一能同时塞进5台 S 级机甲的地方，从地面到穹顶200米净空。你在竞技场造的大卫和维纳斯摆在这儿，还没猪圈的脚踝高。那边是量产机的维护平台，联邦所有 C 级到 A 级的制式机甲都在这儿统一维修保养。头顶是舰队机型的维护轨道，还有可变形的舰队。天上飞的都在这儿了，没有他们的侦测，地面部队就是瞎子。看到那扇门了吗？那里面是什么？曙光试验机 A 加级，联邦第1台精神干扰型机甲，烧死了4名 S 级驾驶员，10年前就被永久封存，任何人不得靠近。若言，那小子来了。昨天擂台上狂成那样，今天怎么怂得坐轮椅了？老陆，少欺负新来的。你的推进系统再不升级，下次冲刺还得烧转动器。到时候别又让我加班给你擦屁股。老陆，别吓着人家。主要吃了吗？食堂今天红烧肉不错。这不是昨天比赛的评委们吗？楚耀选手，昨天还在擂台格斗，今天怎么坐上轮椅了？谁受伤了？我就是懒得走路。老哥，这是陈宇，军宣传处记者，你小心点。这人为了抢镜头，什么都干得出来。楚耀选手，你决赛那招太酷了，以后能预约个专访吗？行啊。耀哥，你还真接啊！这人为了抢独家，能在机甲脚底下蹲1天，上回差点被青龙踩扁。苍月，别追，让他去。又发作。警报！玉寒城遭遇双 S 级虫族入侵，目标代号千族厄斯、捕食者阿加特，2大 S 级同时出现。青龙玄武，即刻出击！给我把虫子钉死在海岸线外！
玉衡城这么快就被入侵了。启明，主要去天丝中心做入职定级，我得去指挥中心。耀哥，天丝中心主任顾世轩出了名的难搞，你小心点。基因 C 级，神经耐受 C 级，综合适配 C 级。你知道 C 级是什么概念吗？你只能驾驶联邦最低级的量产油漆者，一旦连上神经搏击，50%概率脑血管直接爆裂，连抢救都免了，直接通知家属。19号车间残件拆解，废品回收。天宫大厅最后面的那间，不谢。青龙右臂装甲破损率47%，玄武护盾强度下降至58%，玉衡城面临突破危险。看什么看？前线的事跟你一个收破烂的没关系。启明，我们走。林家的关系户，不解决酸液腐蚀，玄武撑不过10小时。青龙绕后也没用，等酸液把他们的全身装甲融完，就彻底废了。常规涂层扛不住，必须是一层能自我再生的碱性涂层。酸液熔电掉一层，它再长一层。自我再生的碱性涂层。新任务触发，分析 S 级虫族弱点，帮助前线成功破局，奖励 B 级基因优化液。行，启明，我们走。19车间是整个基地最烂的地方，连通风管都是。启明，我要造一个能反复刷新的碱性涂层发动器，装在玄武的护盾上。你先回1车间吧。我一定向方老给你讨个公道。我说了，19车间不归你们管，滚！我说了，19车间不归你们管，滚！巧了，我也不归谁管。顾世轩刚把我扔过来的。顾世轩扔的，那你不是废物，就是得罪他了。在他心里，我2样都占了。不过，我会造机甲。来19车间的个个都说自己会造机甲。青龙右臂装甲破损率41%，玄武护盾强度持续下降。腐蚀者的酸液是持续伤害，它挂在装甲上一层一层往里渗，慢慢融掉玄武的护盾。破局的办法在玄武身上，只要保证护盾不被腐蚀，青龙就有时间绕后攻击。我要造一个碱性高频中和涂层发生器，装在玄武护盾上，酸液喷上来，涂层被腐蚀，每隔0.5秒刷新一层抗酸涂层，融掉一层，还有一层。线圈产生高频震动，把涂层基料打成雾状。喷叢每秒喷2次。酸液溶掉一层，0.5秒后新涂层就补上，等于给玄武穿了一件会自动愈合的衣服。线圈震荡频率要跟喷组喷射节奏完全同步，不然涂层会断档。对，废件堆里有没有报废的雷暴电磁线圈？你要用磁线圈做高频震荡核心，靠震荡把涂层材料均匀喷到护盾表面。等等，涂层材料从哪儿来？报废铁盔的外壳装甲，熔炼后加入基晶催化剂，能做出抗酸涂层基料。只要涂层扛得住酸，玄武就能撑到青龙、沙川千族和腐蚀者。新任务触发，带领19车间取得全基地认知，奖励 S 级成长型穿戴机甲烛龙设计图纸。你们想英勇无憾的当一次英雄，还是想在19车站里捡一辈子破烂？这小子说的对，造出这玩意儿去救玉衡城。废件堆里有2组雷暴的报废线圈，但那是 A 级军品，要天丝中心审批。什么？直接拆了翻新？够疯，老子喜欢。熔炼19车间所有报废铁盔装甲，至少要5小时。时间够了，开工吧。老顾，我快撑不住了。高频振动频率校准完了，0.5秒一个周期，再快线圈会烧。0.5秒够用了。让开让开，老子跑了3个黑才搞到，天丝中心那帮孙子好货全锁在库里，真不要脸。行，就用这个做外壳，半夏，
涂层基料还有多少？熔炼了17台报废铁盔，提取了6管。方老那边怎么说？方所长批了，4号起降平台，运输机待命。走。老顾，今天大概真成。老顾，现在！想跑？北山，那2枚模块哪儿来的？19车间。好，太阳打西边出来。青龙玄武成功击杀双 S 级虫族，守住玉衡城海岸防线。前线指挥部特别鸣谢天穹基地第19车间。特别鸣谢，听见没？特别鸣谢。真的救了玉衡城。方所长叫你们去天宫大厅，快！我操！真是19车间，那个收破烂的19车间。主要，青龙驾驶员顾长风代表玉衡城前线向19车间敬谢。兄弟，你那2枚模块救了我一条命，也救了玉衡城全城人。别，我就是个收破烂的，少不了大家的努力。这叫收破烂？那我们以后都得靠你收破烂了。19车间也有今天。主要，从今天起，19车间由你担任技术组长。组长，没有自己19车间牛逼！方老，楚耀入职不到1个月，基因等级才 C 级，按军工部条例，技术上至少需要 B 基因认证。方老。规矩就是规矩，您不会带头破例吧？顾主任，条例背得挺熟，那你再背背《军工部战时管理条例》第7条：前线急需的技术人才，元帅有权限直接启用，无需经过天司中心批准。1车间享受基地最高资源优先级，结果连个抗酸涂层都拿不出来。顾主任，是你1车间研究员吃干饭，还是你替他们？主要担任19车间组长，谁有意见来元帅办公室找我。我去，连元帅都护短了。元帅，帅！小子，给你扛了雷，要是接下来拿不出东西，第一个收拾你。岳父放心，丢不了你的人。打脸任务触发，用实力打脸顾世轩，让他走人。奖励 A 级基因优化液。顾主任，你刚才说的 B 级基因，走着瞧。任务完成，帮助前线驾驶员破局，带领19车间取得全基地认可。奖励 S 级成长型穿戴机甲烛龙设计图纸。奖励 B 级基因优化液已发放。行，速战速决。还活着。宿主基因等级 C 级到 B 级，烛龙同步进化 B 级形态解锁，专属武器碎星已解锁，可随时召唤。让我看看。好刀，够劲儿。你脸色怎么？你的基因变动 B 级了？昨儿还是 C 级，睡醒就 B 级了。你他妈的真是怪物吧？急躁急躁，老子以后不问你进度了，省得受刺激。警报！0号封存舱曙光试验机失控，主炮充能进度73%，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快跑！那玩意儿主炮能把整座基地轰穿，你疯了！主炮充能进度8%。我靠！驾驶员已失去意识，请求击毙许可。
都别开火！这人疯了！主炮冲能进入90%，出楼91%，给我撑住！硬茶馆，就是这玩意儿，害了4个驾驶员。楚瑶，谢谢你，是我妹妹不懂事。曙光封存10年了，她想证明自己能上战场，证明她的 S 级基因能扛住凡事。对不起。不全是他的问题。这种硬茶馆直连神经，驾驶员和曙光机的磁场直接接触，谁坐进去都是死，跟基因等级没关系，是从设计上就有问题。第5个了，秦望陵是第1个。10年前陨星战役，我和望陵一起立项时，整个军工部都管他叫曙光，都指望他干碎虫族的精神网络，替咱们翻盘。曙光机是联邦第1台精神干扰型机甲，主设计师秦望陵博士怎么也无法突破脑波反噬的瓶颈，最后他自己坐进去了。结果呢？启动不到3分钟，虫族残余频率反向污染了他的神经链接，7窍流血，脑死亡。从那以后，又烧死了4个 S 级驾驶员，0号舱永久封存，任何人不得靠近。哎，我当时就该拦着，不让他去的。联邦急缺 S 级驾驶员，这玩意儿就是个无底洞，根本没人敢接。你敢接吗？神级隐藏系列任务触发。任务1：将 A 级曙光链系机改造至 S 级，奖励基因等级同步升级 S 级。接受2：完成神级改造即可立刻获得神秘奖励，是否接受？光的潜力居然高达 S 级，我接受。恭喜获得神秘奖励液态金属神经元编织技术，该技术可将神经链接反噬率降低为0，解决驾驶员的精神狂躁症。反噬苍月的狂躁症，有办法了。方老，这活我接了，曙光机得改个名，叫泰威北辰。这名字不错。我有3个条件：第一，泰威北辰设计从头再来，我需要军工部最高修理改造权限，图纸零件全部对我开放。你不问，我也一定会给你。第二，我想造一台穿戴型机甲，专门适配有精神反噬问题的驾驶员，零件和材料单独批，不走常规采购。给苍月单，准了，零件从仓库直接调，记我账上。最后一个条件，19车间以后独立运作，不听天司中心调配。好，批了。我本来把你预分配在1车间，19车间也挺好。顾世轩私做主张打压人才的事，我会亲自找他算账。你先做好曙光机的改造。谢方老，那我先走了。王陵，这小子挺有你当年的风范。大家听我说，曙光试验期改造项目正式启动，由我楚耀带领19车间的大家，将曙光改造成 S 级机甲，它以后的名字就叫泰威北辰。好耶，又有活干了！方所长既然把大项目交给我们，咱们就得好好干。恭喜呀，楚组长！恭喜啊，楚组长！方所长特批，从1车间调3个资深研究员给你打下手。楚组长面子不小啊！耀哥好，我又来了。顾主任，还有事吗？就这破地方，你还想改造曙光？方老年纪大了，老糊涂，你也跟着做梦？区一个 B 级基因。顾主任，方老已经特批了19车间独立运作，我现在享有军工部最高修理改造权限。你那边图纸、材料、零件库全部对我开放。你，方老还说你私自篡改我分配车间的事，他会亲自找你算账。我们要开工了，慢走不送。1车间组长就这德行，靠他伯父顾明礼上位的，懂个屁的技术！天穹第1关系户，多少工程师被他逼走了。从今天起，19车间正式挂牌曙光工作室，大家收拾东西，搬去0号机库，有场硬仗要打了。
烛龙有5个进化形态，从 D 到 S， 赢钱也得留借口。使用液态神经元传导技术，反噬率降为0，正好治疗他的狂躁症。银钱，新机甲，给苍月的。耀哥对嫂子可真好。进度怎么样了？嘘，小点声，这玩意儿还在设计保密阶段。这个传导结构不是硬插管。对，机甲自己过滤杂波，驾驶员不会被精神反噬。这批零件有几样是禁运清单上的，黑市都难搞，所以才找你。半夏启明，你们配合我研究。苏木，你去找零件，我们尽量在1个月内成型。我吗？对。好，以后就跟着耀哥混了。楚耀，你一个破车间占全基地40%带宽，搞什么？大半夜的，别打扰我们加班。你们等着，我去找方所长。去吧去吧，方老上回还夸咱卖弹用的漂亮。他生日就快到了。触发女武神生日任务，打造极品生辰礼，奖励 S 级武器系统斩叶刀设计图。干了。楚耀，你以为把阈值设保守就能万无一失？试机那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我看你那台破机甲怎么烧穿自己的神经链路。耀哥，2个月了，今天真要上机啊？不上留着过年。丑话说前头，这玩意儿连逃生舱都没装，你悠着点儿。但液态神经元传导模拟跑了300轮，全绿，理论上没。理论归理论，坐进去的又不是你。耀哥，小葵非说要来看着。腿怎么样了？医生说至少3个月。耀哥，对不起，试机员我做不了了。楚组长，好久不见。S 级机体实机测试必须有 S 级基因驾驶员在场。温小葵废了，你的团队里还有第2个 S 级吗？楚耀，你自己才 B 级，总不能我上。耀哥，你疯了！这是液态神经元接口，太微北辰用液态神经元传导，不是硬插管。D 级坐进去也不会烧脑。你才 B 级，那台机甲连逃生舱都没有，上去送死吗？唐月，这台机甲是我造的，每一根管路、每一行代码我都清楚，它不会害我。你保证？保证。你最好没动手脚，否则我不会放过你。数据平稳度100%，成了。过载，神经元链路过载。你笑什么？警告：过载保护阈值异常132%，虫群共鸣被动启发。
人类，你在窥探什么？女王陛下，她的记忆被封锁了，无法读取。标记她，我要知道她是谁。沃诺格的杂碎也配自称女皇？也断！深层同频完成，虫群共鸣等级提升，获得被动渊子虫息，精神磁场附带虫族气息，大幅提升对虫族的感知和预判能力。那个轮廓，天裂，就在我们头顶上。平稳度100%，反噬率0，成了！妈的，吓死老子了！楚耀，你还好吗？出了点小意外，没事。天司中心服务器，半个月前的凌晨，有人私自篡改了太微北辰的过载保护谕旨。凌小姐，这是误会。我说过，你最好没动手脚。顾世轩，蓄意破坏 S 级军工项目，意图谋杀车间组长，你被革职了，押走。算什么谋杀？方老，我为军工部干了15年，你为了一个新人动我，顾议长还……我的决定，轮得到顾明礼来统一。顾主任，你觉得基因等级就是一切？那我今天立即开 S 级机甲，你满意吗？没有天司中心，你们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天司中心有你这样的蛀虫，才什么都不是。姓顾的也有今天，就是太谢了！太好了，我们成功了！望灵，你看见了吗？10年了，曙光试验机终于成功了。你想要什么奖励？尽管说。方老，我好像看到了天裂，它就在我们头顶上。什么？你刚才说天裂在哪儿？近地轨道背光面，卡在所有卫星的扫描死角里。30年就在头顶上，我们居然……方老，天裂的位置既然摸到了，下一步就是怎么打。你把天裂的坐标复刻出来，精度越高越好。方老，你那边的天裂研究小组呢？楚耀，你抽时间把天裂坐标数据整理出来，我让研究组的人配合你。行。打脸任务完成，奖励 A 级基因优化液已发放。宿主基因等级 B 级升级到 A 级，烛龙同步进化 A 级形态解锁，新武器模块已载入。耀哥，银痴现在缺一组极端状态下的生物电数据，档案里根本没有。苍月姐今天没去做精神护导，直接去了高级训练室，战斗机器人都被她拆了6台了。正好，你们等我的数据。你来干什么？出去！我怕控制不住伤到你。打一堆废铁有什么用？苍月，用你的全力跟我打一场。行，那你小心点。我去，苍月你来真的啊！你让我用全力的。你已经是 A 级了，差点手没了。这把我比 B 级那会儿重了3倍不止。你为什么还不还手？我怎么舍得？油嘴滑舌。打爽了吗？你干嘛？我洗澡了。你身上的气味变了，有点像高阶虫族。可能是在太微北辰里沾的，只要精神一连接，那股子虫族频率就往上窜。原来如此，陪练当的不错，虽然有点自不量力，但谢谢。半夏，数据拿到了，今晚总装引起。又加班！你小子欠我的拿什么还？ 3天，赶在他生日之前，来得及。
耀哥，太尉北辰主炮正在吊装，推进器涡轮已就位，预计今天完工。走，看看去。等塞进主炮和推进器，这家伙打起来比阿修罗还猛。耀哥，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吧？当然，也是他的生日。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再说。休息还在训练，生日快乐。你怎么知道的？翻档案不小心看见的。我去开阿修罗。2只 A 级虫子，体长不到40米，没必要。试试这个合不合身 ？S 级穿戴式机甲银机，专攻小体型目标。你这1个月就是在做这个？生日礼物，试试看。跟上我。左边那头归我。那我右边，节奏太快，神经反馈还没完全调准。刚才那个突进，要么一刀秒了虫子，要么他自己被贯穿，这打法也太不要命了。靠，差点成串了。碎星，快！恭喜宿主送上极品生辰礼 S 级机武器系统斩叶刀设计图已存入。怎么样？头还疼吗？不疼。以前虫子一死，精神尖小就往我脑子里钻，这次不一样，我的精神狂躁症居然没发作。那就行。不过刚才第1只虫子，你那种不要命的打法，就不怕失手吗？先上去，上面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总用那种不要命的打法，因为这条命从我母亲死在陨星战役的那天起就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妈去世那年我16岁，入伍了。18岁我驾驶阿修罗杀掉第1只 S 级，22岁我毁了半张脸，到今天满26岁，这双手究竟杀过多少只虫子记不清了。S 级往上的11头， S 级以下的没数过。我的愿望是总有一天我能杀光世上所有虫族，直到血流尽的那天。所以你刚才问为什么我不给自己留后路，因为我从来就没打算留，我迟早会死在战场上的。所以楚耀，你不用对我太……我会陪着你，不管是杀10万、100万还是1000万只，我都会陪着你，直到最后一刻。是天玄城的方向。S 加级圣甲虫突破天玄城外围防线，白虎正与目标近战缠斗。警告：白虎右臂装甲损伤，鲁夫还在那边，伤亡人数。我们先回基地。常规动能武器全部失效，圣甲虫外壳能反射一切物理冲击，天髓城的防线撑不过半小时。操！老子一拳砸上去，手甲先碎了！这龟壳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朱雀的电磁炮也是动能武器，我打不穿。建议天髓城退守。退守？天髓城后面就是天虚，退到哪儿去？他的甲可反弹物理动能，对吧？那我就造一把根本不和它发生物理碰撞的刀，反物质高频振动刀，代号斩叶。原理是用高频振动直接湮灭接触片的分子链，不靠冲击力，不靠的穿透，甲壳会像纸一样被切开。工时多久？24小时。方老，24小时内能调查天穹基地的所有资源吗？24小时太久了，陆骁和若言等不了，天髓城的民众也等不了。元帅，我请求阿修罗先出击，拖住圣甲族，刀一好，立刻送过来。你一个人拖得住吗？拖得住。你有把握用这把刀？有。阿修罗单人出击。准了。楚耀，跟我走。走了，前线就交给你们。苍月，打完早点回来吃饭。好。
白夏，反物质枪的瞬时功率不够，常规电网根本带不动。耀哥，那个反应堆封存5年了，但不用它，刀就造不成。苏木，来！我数到3，龙门吊电源全切，全部功率转给反物质枪。1、2、3，合闸。刀成了，通知运输机吊装出发。皓月，撤！皓月，接着。脖颈下方第3块夹克接缝，核心在那里。就1刀，我们打了1整夜，他1刀就……操，还真给那小子造出来了。苍月，刀好用吗？不错，下次记得直接朝虫子脑袋上扔。行，那下次试试。平民撤离完毕，剩甲虫已击杀。朱雀星云，躲在后面打黑枪的就是你吧？准备撤。若言，若言躺着动不了，老子现在这畜生下1秒就会要他的命。那不如我先轰他娘的一炮！你的2个队友已经废了，人类的王牌也不过是一堆废铁。动我老婆，问过我没？烛龙，情报里那台 D 级穿戴甲不是 A 级，你身上有虫族的气息，你到底是什么？你猜？童子，预判他的动作。太慢了，目标空间折叠落点7点钟方向。你能预判我的空间折叠？我说过，你太慢了。持续高频预判消耗过大，剩余作战时间够用了。苍月，3点钟，盲斩。好。喂，骨头架子，你说人类的王牌是废铁，那你连废铁都打不住，算什么？你找死！苍月，配合不错。楚瑶，你还好吗？伤到骨头没有？没事，没伤到。下次别再拿自己当诱饵了。行，你也一样。区区 A 级居然配合击败了 S 级的猎鹿者，女皇会记住你的，人类。他在说什么？
女皇，我成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称谓。楚药，没事。充军频率刚才激增了300%，你赶紧回来开会吧。苍月姐，那一刀帅炸了！我造了30年机甲，头一回见这样的刀，这小子前途不可限量。会造机甲还会砍虫子，还给不给我们留活路了？这阵仗比比赛那天还夸张。你应得的。喂，怎么没人夸我？老子的白狐也断了一条胳膊。陆营长也牛逼。对，陆营长辛苦了，好好养伤。耀哥，充军通讯频率还在涨，现在已经超过400%了。天赐中心的服务器快冒烟了。400，之前不还300吗？行吧，我们去会议室。猎虏者 S 级虫将，6年来干掉联邦至少2个王牌机甲连，今天被你们斩了。知魂者聂灵，4大虫王之一，联邦追了他6年，都没拿到过1张清晰照片。你们第一次照面，他居然主动现身了。他在看什么？他是冲天猎来的。楚耀半个月前就复制了天猎坐标，研究组反复验证过，位置锁定在苍星同步轨道背光面。但有一个问题，天猎被一层高频空间褶皱包裹，所有探测信号打上去全部被折射掉。位置确认了，但内部的结构、兵力规模、虫族动向完全探查不到。找到了门，但看不到门里面。对，常规探测不行，就用非常规的。我能看到天猎，是因为太微北辰的虫群共鸣把我的意识拔到了近地轨道。如果再做一次深度连接，主动激发共鸣，也许能穿透那层褶皱，拿到里面的实时情报。上次共鸣是在主炮没装、反应堆出力不到60%的情况下触发的，要让信号强度翻3倍，必须等主炮武器系统全部就位，反应成满功率运转。武器系统还要多久？明天。在哪儿测试武器？城外沙漠荒芜区，方圆300公里没有活物。那片区域我熟，20年前核爆试验就是在那里做的。地表是结晶沙梯，能承受高能量冲击，地底没有菌草污染记录。就定那儿，明晚之前主炮就位，做完武器当量测试，立刻进行第2次虫群共鸣链接。方老，让你的人准备好接收数据。研究组已经就位，就等你的信号。苍月，明天武器测试你护航。明白。我呢？你伤没好，留守基地。不是，坐下。楚耀，武器当量测试如果成功，太微北辰就是联邦第1台真正意义上的反攻型 S 级机甲。方老，测试结束后，是不是该在云端餐厅摆一桌？难得你主动提庆功宴，仗还没打完，不算庆功。先让这小子和他那帮19车间的弟兄吃顿好的，后面有的是硬仗要打。好，吃饱喝足，干起仗来才有力气。听见没？云端餐厅那地方老子2年没进去了。你测试顺利，回来兄弟陪你喝。你伤还没好，能喝？当然，我可是海量。耀哥，虫群频率突破500%了，天丝中心服务器直接崩了2台。明天之前，主炮必须完工。目标锁定10公里外砂岩山体，反物质磁轨炮充能97%、98%、99%，发射。靠，比计算值高了至少15%。山头没了，满意了？相当满意。童子，开启虫群共鸣，目标天猎。警告！遭遇高频空间褶皱，信号全部被折碎，无法穿透。共鸣强度已达安全阈值，继续推进将引发精神反噬。被挡回来了，没成功。天猎外面裹了一层空间褶皱，共鸣信号全被弹回来了，暂时探不到里面。那就等下次。方老那边不急，
这是蓝月花，只在黄昏开，天亮就凋谢。我妈生前最喜欢的花。它和蓝间球长得一模一样。你知道它的花语是什么吗？是什么？别动。你真好看。它的花语是永恒不变的爱与无怨无悔的等待。晚上有庆功宴，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记得换身衣服。他刚才主动碰我了。妈的，老子在19车前吃了3个月营养凝胶，头一回知道肉是啥味儿。半夏，你多吃点儿，这蛋糕是真的鸡蛋做的。你也吃？我减肥。你减个屁！瘦的跟竹竿似的，风一吹就倒。那叫标准体型，标准挨揍体型。干！老子受伤了也得干！今天谁不喝谁是孙子！军医不是让你禁酒？军医还让我静养呢，老子躺了48小时，骨头都快锈了。你也多喝点，老子的白虎快修好了吧？右臂断了，推进器也烧了。推进器是你自己用过载的，你不修谁修？全基地除了你，谁敢碰那玩意儿？他要是肯听医嘱，推进器根本不会烧。若言，你站哪边的？我站数据这边。酒精会让你的神经反应速度下降12%。明天你要是摸白虎，我第一个打报告。老陆，听听，若言连你的反应速度都算好了，他连我什么时候死都算好了。我算那个干嘛？少说点不吉利的话。老顾，打着绷带，杯子都举不稳，还喝？怎么，不认识了？就是没见过你穿裙子。不好看吗？好看，太好看了。那跳支舞。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闭嘴！你也没对象。他在看这个二愣仔。苍月，等打完这一仗，我们……警报！神盾防空网被击穿，捕捉到 SS 级能量巨变。全体注意！巨型虫族暂定代号利维坦，能量评级 SS 级，天穹基地所有人员立即归位。S 级，操！楚耀，太微北辰还剩多少弹药？主炮还能打2发满功率，太微玉也能用。够了，给我把他从天上打下来！别吃了，回车见。苍月，我先用太微玉瘫化他的蜂群网络，以火力全开炸他头部。收到。点在！导弹全中，没破榜。交出机甲和人类储药，拆解武器。玉皇赐你们活命。放屁！苍月，别近身，他的反伤护盾还在。太微玉只能干扰他的精神链路，挡不住物理护盾。这一炮我先打他的复眼，你补刀。苍月，没事，但他还没死。
精神攻击比世姬那次强了不止10倍。林元帅，第3舰队奉命增援，能封多久封多久。太微域还能再打一发，苍月。耀哥，主星2在联邦广场开直播，煽动民众投降。他手里有充足的健身信物，交出主星呀！苍月，给我半小时。你去哪儿？私人恩怨。联邦的公民们，你们看到了，连女武神都砍不动他。虫族不是来毁灭我们的，他们只要一个人，那个楚耀，交出他，拆掉机甲，虫族就退兵，和平就在眼前。真的吗？救出一个人就能停战？我不想再交战争税了，我儿子才3岁。打了30年，原来只要交一个人。交出楚耀，交出楚耀！看看你们头顶，那不是我们能战胜的东西，是周景行在让你们送死。交出楚耀，拆掉太微北辰，和平就在眼前。要和平！周景行下台！下台！交出我就能换取和平。顾议长，明天他要天虚城，你交不交？后天他要你女儿，你跪着送过去。李维头还挂在天上，你说这叫求和平？告诉你们女皇，要谈判，先问我的刀答不答应。疯子，你这个战争疯子！看到了吗？这就是周景行和凌天翔养的疯狗，踩碎虫族的和平信物，毁掉我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我2个儿子都死在战场上，要是早点谈和就好了。你们当兵的倒是有机甲开，我们呢？睡觉到饱饭都吃不上。检测到虫族精神波动，来源3点钟方向。满口和平。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我怎么了？我记不清这半年发生了什么。那虫子是从人身体里钻出来的，他身边居然一直跟着这种玩意儿！这就是你要的和平。他们早就寄生了你身边的人，等你签完停战协议，下一个被开刨的就是你。他身边的护卫早就被虫子寄生了，差点把我们都卖了。虫族不会谈判，他们只是在等我们放下武器。他们今天能逼我们交人，是因为我们手里还有刀。等刀没了，你们拿什么跟他谈？警告：虫群数量超出技术上限 ，SS 级虫族精神网络已覆盖全战场。所有部队，天水城全线接敌，4大卫城同时告急，这不是谈判，是总攻。机甲推进器被咬穿了，操！左边全是虫子。狙击未暴露，需要掩护。重复，需要掩护。刚才打了2发，
只剩一次。先用太尉玉清一波虫群，帮陆荒他们站稳防线。利维塔交给我，拖到主炮冷却完毕。你一个人拖不住，拖不住也得拖。我用太尉清场，你趁乱突进去，别硬碰，找到护盾最薄的点。收到。操！虫子疯了！太尉有效时间45秒，陆航，趁现在压出去。收到。太尉玉清出来了，楚耀，我进去了。主炮冷却还有2分钟，别跟他硬碰，只砍反上护最薄的地方。护盾有裂口了，下颚才壳夹缝。看到了。这一下够劲。你什么时候学会的？刚学会的。主炮冷却完毕了。苍月，按住他。他在再生。爸。反应场堆过载器已激活。林苍月，就是月，关掉它！妈，我来了。林苍月，阿修罗的指挥权限，你爹比你高一级。爸，你干什么？替你断后。主要，太尉北辰的主炮还能打几发？只剩1发。利维坦的下颚裂缝正在愈合，不打穿再生核心杀不了他。那就把他重新炸开。小子，以后替我和他母亲照顾好苍月。比起我，他更不能失去你。元帅，老婆，我来陪你了。再生核心都炸了，还能动？这一击打穿你的喉咙！利维彤生命信号归零，其与天烈之间的超空间链路崩溃中。利维彤死了，这条链路也会跟着塌掉。但如果利用链路残余频率反向注入陷阵，或许能把天烈固化成一条双向通道。太尉玉全功率，太尉玉100%功率将导致神经元链读过载，执行中。太尉玉功率90%，100%已超过安全阈值。扛住！天烈空间褶皱已固化，坐标锁定。啊！是天烈，真的是天烈！太尉北辰还在，但机体损伤严重。天烈稳住了，变成双向通道了。利维坦虽然积极，但4大卫城的虫巢还没退，天血城外墙已失守。元帅战死，指挥链断了，谁还有权限调动全军？我来。虫群精神网络正在瓦解，各卫城的虫巢会在3分钟内出现指挥真空。陆恒，玉衡城海岸线，你那边的虫群还有多少？数不清，右臂没了，左臂还在。够了，把他们往海岸防线外侧引，别让他们进城。收到。若言，天玄城制高点还能撑多久？弹药存量20%，只能再打1回。打完这一轮，撤至第2防线。后卫舰队正在清空撤回轨道。北山，天泉城护盾还能扛多久？15分钟，15分钟后护盾强度会跌到5%以下。15分钟够舰队完成撤离掩护，撑住。长风，天启城要塞还在我手里，守住要塞入口，
舰队撤离轨道经过天极上空，不能有虫群突破。守得住。林上将，元帅他……我知道。联邦元帅林天笑已战死，按战时继承提例，由我接任指挥权，有异议吗？没有，元帅。苍月，你还好吗？不要安慰我。好。天虚城保住了，传令各卫城全线反攻，所有能动的机甲全部压上去，把虫子赶出巨灵城墙，一只不留。天玄城守住了，天机城守住了，天泉城守住了，玉衡城守住了。天虚守住了。他走的时候还戴着我妈给他缝的帽子。我看到了。他连一句话都没留给我，只留给了你。他说了什么？他说以后替我和他母亲照顾好苍月。比起我，他更不能失去你。楚瑶，答应我，一定要活下去，至少不要牺牲在我前面，好吗？我不会的。各单位注意，我是林苍月，开始清点战损，统计弹药余量，虫族下一波攻击随时可能到来，我们没有时间哭泣。元帅的肩章只剩这最后一队。从今天起，我接任联邦元帅。第一道命令：所有工厂转产军工，所有粮仓定量供应前线。天泉城机甲产量翻3倍，天泉城粮食配给缩减至战时标准70%。利维探死了，虫族女红还活着，下一波虫潮只会更狠，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父亲用命炸开了一条路，不是让我们接着守的。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所有人，这一战我们必须反攻回去。是，打回去！楚耀，走上前来。经联邦首脑周景行特批，现任命楚耀为军工研究所所长，授予首席衔。收着，你应得的。还有，授予主剑联邦上将军衔。好，感谢各位的信任。接下来1个半月，我会带领全基地修复并升级5台 S 级机甲。泰威北辰将改造为 SS 级中天北皇。SS 级，联邦从来没有过。传令：从今天起，联邦进入全民战时状态。死也要拉着虫族一起陪葬！打回去，打回去！2个月后，苍星远征舰队升空，目标虫族母星沃诺格女皇塔冠，打下那里，结束这场战争。太尉北辰打穿利维坦，是趁护盾被炸开的窗口期。下一头呢？太尉北辰是实验机，他的任务就是验证太尉玉可行。现在验证完了，中天北皇代号地星，一台行走的虫族精神干扰发射器，它的紫微亏领域不效宠力，一旦启动，方圆500里所有 S 级以下虫族精神网络全部崩溃，全部干碎，没有窗口期。好，
全员配合中天北皇研发，务必提前完工。那是中天北皇，反攻要开始了。战术只有一条，中天北皇的紫薇须能瘫痪虫群网络，所以我们不分散，全军以中天北皇为圆心，青龙守左翼，白虎守右翼，玄武殿后，朱雀在阵心高空狙击，阿修罗和中天北皇走正中间，从登陆点到塔关直线距离3000公里，不管路上遇到什么，阵型不能散。简单粗暴，我喜欢。元帅，如果遇到虫王级别的怎么办？中天北皇先瘫痪他的蜂群链接，你们4个急攻，速战速决。收到。全舰队，目标沃诺格，出发。女皇陛下，人类舰队已穿越天裂，他们抱团了，以那台 SS 级机甲为核心，紧紧粘在一起。学聪明了，那台 SS 级机甲的立场能直接瘫痪我族蜂群网络 ，S 级以下虫群无法构成有效防线，那就让能挡的去挡。戈尔巴在哪儿？掘墓者已在地表待命。很好，告诉戈尔巴，我要活戳那台 SS 级的技术人，还有送他们点惊喜。哎呦，虫子全傻了！联邦还记得我们吗？是第3舰队，10年前陨星战役失踪的第3舰队。人类，欢迎来到沃诺格。女皇陛下说，你们的老战友非常想念你们。我们靠军部重生，打碎了也没用。杀了我！那是我哥！他们已经死了，10年前陨星战役就死了。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重新拿我们熟悉的尸体拼出来的武器。不开火的，滚回去！女皇有令，把那台 SS 级和他的继使人完好无损的带回去。紫薇权立场被压制了，这家伙现在不受影响，他是独立意识，不在蜂群网络里。你不能离开阵心，中天北皇才是他的目标。你一走，阵型就散了。想抓他，先跨过老子的机甲，干碎你！元帅，老顾没给你丢人，苍月那丫头交给你了，小子。顾叔！别！老顾！青龙、顾长辉确认阵亡，阵型收紧，继续推进。目标被锁定了，是引力锁定，舰体装甲正在剥离，威力不够，再过3分钟我们就会被压着坠毁。所有引擎全功率推进，抛弃全部非战斗之赞。我需要3分钟突进塔关，毁掉引力中心。3分钟，我给你挡。在下，护盾会把你反向融化的，快撤！若言，告诉老陆，殿后的活儿也是要看硬度的。必先可，也是。老婆，今天回不去了，对不起。
离合信摧毁了，我马上。楚药，楚药！你一直都在。抓到你了，楚药！别急，下一个轮到你。楚药！你是谁？你的主人，在我的虫皇领域里，你的生命体征信号会被彻底屏蔽，你的时间归我，你的命归我，你脑子里的记忆迟早也归我。说吧，中天北皇是怎么锁定蜂群网络的？走近点儿，我告诉你，我梦。当前死亡技术1。靠，死了还这么疼？不愿意说。记忆封锁模块运行中，已拦截神经刺探。死亡技术2。系统帮我强制封锁了记忆。你脑子里有一堵墙。我很好奇，你到底从哪个星球而来？你连我的嘴都撬不开，还想问我从哪儿来？做梦！你一个战场上的逃兵，短短1年，从 F 级废柴爬到联邦首席机甲师，造出了中天北皇，找到了天猎入口，连我麾下的蜂群网络都被你瘫痪了。很好。死亡技术3。你就这点力气？嘴硬没关系，死一次不够，那就死100次；100次不够，那就1000次。在你开口之前，我有的是时间陪你慢慢玩。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第几次。死亡技术4。死亡技术49。死亡技术871。死亡技术1259。被杀死1158次依然不屈服，我见过的人类撑不过10次就跪下来求我。老妖婆，你数错了，是1259次。好，很好。小子，你知道吗？我并不是纯血虫族，我是人虫结合体。看出来了，半虫体才是进化的终点。既然你不愿被俘，那就加入这场伟大的进化，变成一个没有意识、只知杀戮的半虫体。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一人的雄虫，我会让你亲手把你珍视的人一个个全部杀死。走吧，是时候了。虫群在后龙退路，后方也被包了。冷月，虫子从4面8方压过来了，数量比登陆时翻了不止1倍。舰队损伤已过40%，今天打不下灌塔，再不走，连回去报信的船都没了。全舰队听令，放弃灌塔进攻，后队改前队，白虎营断后，撤至天蜡下方登陆点，重建地面防线。断后交给我，我一定会救你的，一定。中天北皇，切换自动驾驶，开路。你一定还活着。汇报，防线部署。聂灵，女王陛下，您亲自送人来了。这个人类的精神壁垒连您都打不穿，倒是稀罕。
所以我把这个人类交给你，看看还能如何。神经反射很活跃，体质远超普通人类，能扛住您在领域里的折磨，底子确实好，但精神壁垒封得太死，连我的智魂针都探不进去。不用探，把泽格利斯塞进去，让他来。重组的胚胎只有一个，您确定要用在这个人类身上？那老东西睡了10几个纪元，也该醒醒了。等他知道新身体是具卑贱的人类，看看他什么表情。他不是向来瞧不起半虫体吗？是，遵命。检测到重组基因序列，代号泽格里斯。重组？这才像样。重组的意识已经苏醒，正在接管神经链路，融合很顺利，比预估的快。看来老东西对新身体那么嫌弃。要现在就派他去前线吗？人类舰队还在天裂下方，正好试试效果。不急，等他彻底醒透，我要让他自己走过去，亲手杀了林苍月。之前在我脑子里说话的就是你，泽格里斯。是我，隔了这么多纪元，唤醒我的居然是个半死不活的人类。娜塔莎那个杂种把我的胚胎塞进人类体内，还在胚胎上刻了精神锁，让我替他控制这具身体，绝对服从他的指令。他倒是会恶心我，那正好。你不想待在我身体里，我也不想让你待。出去！你想跟我打？把我的身体还给我！倒下去不就好了？一遍遍爬起来，又有什么用？就这2下子，还要打？我话真多。我杀过的人类，他们临死前都在求饶。你不求，求你有用吗？没用。那废什么话？你明知道打不过我，为什么还爬起来？为了你心爱的女人。原来如此，那就让我看看，为了她，你能撑到第几次？我操！第5次，那个杂种说的没错，你的意志力确实顽强。真够倔强，但凭你现在的状态，再来100次也是白费力气。这具身体现在由我掌管。敌袭是虫族，不是虫子，是机甲，谁见过这种机型？火力压制，别让他近身，压不住！住手！住手！你每挣扎1次，我就多杀1个。救我！我说了，住手！还能动？我不想死，我不想死！你都闭嘴！装死，别动！照他说的做，躺下，都躺下！报告指挥中心，遭遇不明 S 级机甲袭击，但他让我们装死。SS 级，虫族什么时候出了一台？不是虫族，这个能量特征是烛龙。什么？楚瑶还活着？什么？他还有自己的意识？全体待命，远程监控开启，我去追。林元帅，别一个人去，那不一定是楚耀。营气已脱离编队，
正在高速逼近 SS 级信号源。终于消停了。前哨站已清出，无活口。装死！你的意志还没消沉。不管你是谁，住手！退后！一刀下去，你就再也不用挣扎了。为什么不让我杀了你，软肋？因为我还没死。你是谁？你很在。每一招都往死里打，这不是他的打法。不是楚药。眼力不错，你更该死了。虫族的力量太恐怖，连系统都被封锁了，我只能靠自己。上古虫族纯血至高，现在被一个半人半虫的杂种打上了精神锁。他让你控制这具身体，你就乖乖照办；他让你当狗，你就摇尾巴。10几个纪元攒下来的脸面，被一个杂种踩在脚底下，你不嫌丢人？你以为激将法对我有用？我跟你做笔交易，我帮你冲破纳塔的精神锁，作为交换，这具身体的掌控权暂时归我。你一个阶下囚，凭什么跟我谈交易？凭我脑子里装着灭绝性逻辑病毒，能让整个虫族蜂群网络从母星池开始崩溃；凭我能让你早点杀了娜塔莎；凭我能给你真正的自由。恭喜成功改造 S 级中天北皇，获得神级牵引锚点、灭绝性逻辑病毒。以你现在的身体，连站都站不起来。你要干什么？给我分开！泽格利斯，这身体不错吧？但我死了，你也别想独占。大不了大家一起死！拿命跟我谈交易，人类，你是第一个。哼，3天时间，身体还我，你可以亲眼看着虫族母星池是怎么崩溃的。说得好听，娜塔莎可不傻，她的精神探测一进来，你识海上全是人类的气息，那就让他闻不出来。用你的虫族神经脉冲，在我识海上烙一道印记，等他精神刺探我，虫族印记就会让他误以为这具身体还是你在操控。你可想好了，这可是灼烧灵魂的痛苦，而且这一击上去，你会被刻上我的虫族印记。从此以后，任何一只高阶虫族都能闻出你身上有我的气。那正好，省得我演了。走，趁我还能压制他，快走！楚瑶，你还是这么喜欢逞强。方老，楚瑶还活着，但身体被虫族控制了。什么？他在哪儿？他要我锁定他的位置。中天北皇的传送锚点协议是不是还在测试？那玩意儿还没实战验证过，精度不稳。那就校准。3天够不够？够了。3天后，我们去带他回来。让你清掉前哨站，你回来的比预计慢了整整1刻钟。遇到了林苍月，那为什么不杀了他？杀了他，人类舰队会立刻撤退，留他活着，他才会带着全部主力来复仇。3天后一网打尽。你胸口的伤势，最后一刀，林长月拼死反扑。泽格黎斯的神经脉冲残留，确实是他的力量。他在你身上留了这道伤，你都没杀他。留他活着，3天后能杀更多人。聂灵，玉皇陛下，3天后，人类远征舰队会发动总攻，等他们全部穿过天裂，然后关上天裂，切断退路。我要在沃诺格的上空把人类最后的舰队烧成灰烬。你和格鲁姆打头阵，让我亲眼看看你们俩一起能杀多少人类。是主任。你的手在抖，频率偏了0.1赫兹，母星池的侦测阵列会发现你。
别吵，我在校准。这么晚还在走廊里干什么？检查防御节点，明天打头阵，总得先摸清站位。你的识海上只有泽格利斯的气息，别在我眼皮底下做多余的事。他没发现，他的探测只查了你的识海，看不出破绽。不过你刚才中断植入的时候，病毒的前导码还差最后一段没掐进去。那就现在切换。成了。3天后，母星池的每一条指令都会带着我的病毒跑。等中天北荒一启动，整个蜂群网络从内部崩溃。你说过了。你紧张的时候话也挺多。闭嘴！传送锚点已校准，楚耀给的坐标精度很高，就在灌塔下方300公里。直接传进去，捅他老窝！不，天猎周围的引力场在持续增强。娜塔莎在关门，她故意放我们进来，等全部舰队穿过天猎，退路就会被切断，把我们困死在沃诺戈上空。这女人够狠的，咱们怎么办？不打了？打，我们有办法。楚耀在虫巢里给我们留了后门，3天前植入母星池的灭绝性逻辑病毒，激活密钥在我手上，一旦按下，整个蜂群网络从内部崩溃。12小时后，全舰队穿过天猎，目标女皇关塔，阿修罗和中天北皇充当先锋。女皇，外层防线已完成，所有 S 级重城就位。天猎的引力场呢？明日正午达到峰值。很好，人类舰队一旦全部穿过天猎，关门，一只都别放出去。遵命。那具新身体验过了，识海上只有泽科威斯的气息，脉冲频率和母星池同步率 99.7%， 没有异常。人类不可信！你就这么有把握？我有，而且病毒激活密钥在苍月手里，只要他按下去，蜂群网络从上到下全部崩溃。我问的不是病毒，你跟他说的传送计划是，你和中天北皇一起传送回母舰，但你没告诉他，反应堆一旦过载，传送锚点会自动锁死。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回去。格里斯，你说过，虫族为生存吞噬一切，人类为生存同类相食。但有一件事虫族做不到，为守护而死。真搞不懂你们这群感性的人类。威力到顶了，升不开。天猎在闭合，娜塔莎在关门。人类到此为止了。这龟壳比圣甲虫还硬。他们全进来了。去吧，开走你的中天北皇，从正面撵过去，让我看看你造的机甲撕碎你自己的舰队是什么样。是，主人。你来晚了，我的防线不需要支援。蜂群网络链接被切断了，你该死的叛徒！灭绝性逻辑病毒全线引爆了，趁现在，所有火力集中格鲁姆。你迟到了，路上有人盯着，绕了个弯。泽格利斯，你反叛的那一刻，精神锁就该烧穿你的脑子。为什么你还活着？他忘了一件事，你掌管身体的情况下，精神锁无效。老妖婆，你看看现在是谁在说？你！女皇，现在确实没法掌控虫族了。你们2个都给我死！
苍月，紫薇皇还能再听一轮。好。你那点核反应堆扩载，炸不死我。炸不死你，那就炸碎这颗星球。远征舰队全部撤出大气层，现在通知牵引锚点激活。你疯了！土星石引爆会炸毁整颗星球，你以为你跑得掉？谁说我要跑了？这一击，为了所有逝去的人类。I'm a slave watching from the sea of your love for so long. I've been so long. I could never live without you. 娜塔莎，你输了。还活着，我10几个纪元的修为，差点全搭在你身上了。从现在起，你欠我一条命。行，我欠你的。很久没回家了。哪个家？是啊，我该回哪个家？战争结束了，但城墙上的每一道裂痕都在提醒我们，和平是自己争取的，更是英雄用生命换来的。他们值得被永远铭记。可是这个雕像真的好丑啊！哪里丑了？这可是艺术，懂不懂？你们看，那边还有一台。它变形了！天哪，这个叫楚耀的人简直是我的偶像！等我长大，也要造双形态机甲。40码，就是你的。北山，食堂换了厨子，味道不如以前了，你凑合吃。爷爷，晒够了吗？再晒会儿。活到这把年纪，赚一天是一天。林苍月元帅，联邦欠你一个家，
首脑，联邦就是我的家。你说过会陪我到最后，楚瑶，你在哪儿？半重体身份的我，已经不被世人所接受。连心爱的女人都不敢面对，算什么男人？闭嘴！我迟早会找到弄死你的办法。接下来去哪儿？去找半重体血亲。走吧。